全网都在笑的那个梗，如今被王一博狠狠打脸，不是狠狠证明了。还记得那句内娱尽头是王一博的调侃吗？当初这句话刚出现时，很多人都把它当成网络玩笑，看过效果也就过去了。可这些年娱乐圈风云变幻，一批又一批明星被追捧，又被遗忘。当大家再回头看时，却发现这句曾经的调侃似乎正在一点点变成现实。它之所以能够不断被人提起，并不是因为一句口号有多么响亮，而是因为时间给出了答案。在这个更新换代极快的行业里，能够红一时的人很多，但能够持续被关注、被认可的人却很少。王一博一路走来，经历过质疑，也经历过掌声，而每一次站上新的舞台，他都在用行动证明自己。当然，王一博的颜值一直都是大家公认的优势，无论是舞台上的光芒四射，还是镜头里的高级质感，都让人很难忽视他的存在。但如果仅仅只有颜值，他或许不会拥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真正让越来越多人欣赏他的，是他身上那种难得的真实感。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王一博似乎从来不会刻意去迎合什么，他不喜欢说过多漂亮的话，也不擅长制造人设带来的话题感。面对镜头时是这样，离开镜头后依然如此。喜欢摩托车就认真去比赛，喜欢跳舞就专心练习，喜欢演戏就不断挑战不同角色。相比包装出来的完美形象，他更愿意把真实的自己展现给大家。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人发现，王一博身上最吸引人的地方，从来不只是外表，而是那份不装、不掩、不刻意端着的真诚。在这个人人都渴望被关注的时代，能够始终保持本色，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力量。而这种真实，往往比颜值更加耀眼，也更容易打动人心。你以为人间理想只是网络热词，放在王一博身上，还真不是一句空话。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身上最难得的，从来不是颜值，也不是名气，而是那份始终如一的真实。他对长辈有礼貌，对朋友讲义气，对粉丝有温度，但这一切都不是刻意表现出来的。他不会为了讨好谁去改变自己，也不会为了流量去迎合市场。别人忙着经营人设的时候，王一博却始终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拍戏、跳舞、骑摩托，把时间花在热爱上。很多人觉得，在娱乐圈这样复杂的环境里，还能保持这份纯粹，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王一博偏偏做到了。面对质疑，他很少解释；面对争议，他更多选择用行动回应。时间久了，人们发现那些包装出来的人社会崩塌，而真实的人却越来越有力量。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人喜欢王一博，不只是因为他的优秀，更是因为他身上那份不设防的真诚。那种感觉看似平淡，却最能打动人心。更让人佩服的是，在资本与流量主导话题的娱乐圈里，王一博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很多人为了热搜拼命制造话题，为了曝光不断出现在各种场合，而王一博却似乎总是把更多精力放在作品和热爱上。这些年来，无论是拍戏、跳舞还是赛车，他给人的感觉始终很一致。相比频繁营销自己，他更愿意用成绩和作品证明自己。也正因为如此，每当大家讨论王一博时，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某个热搜，而是他的角色、舞台和一次次突破。更难得的是，他从来不会刻意把自己包装成完美无缺的样子。他有自己的性格，也有自己的坚持，不会为了迎合所有人而改变自己。在很多人看来，这种真实反而成了他最大的魅力，因为你会发现，王一博身上有一种难得的稳定感。他不会今天一个样子，明天又换一个人设，也不会因为外界声音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形象。时间越久，人们越能感受到他的真诚。或许他并不完美，但正因为如此，才显得更加真实。
你不用担心他是在刻意表演，也不用害怕某一天所谓的人设突然崩塌，因为从始至终，他展现给大家的都是那个最真实、最自然的王一博。真正的高光从来不是一时爆红，而是在经历时间考验之后，依然能够保持初心。真正的优秀，也不是站在聚光灯下被人看见，而是在无数选择面前，依然坚持做自己。而这一点，王一博确实做到了。那么问题来了，在你心中，内娱还有哪些明星和王一博一样，始终保持真实与初心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一起聊聊你的答案。全网都在笑的那个梗，如今被王一博狠狠打脸，不是狠狠证明了。还记得那句内娱镜头是王一博的调侃吗？当初这句话刚出现时，很多人都把它当成网络玩笑，看过效果也就过去了。可这些年娱乐圈风云变幻，一批又一批明星被追捧，又被遗忘。当大家再回头看时，却发现这句曾经的调侃似乎正在一点点变成现实。它之所以能够不断被人提起，并不是因为一句口号有多么响亮，而是因为时间给出了答案。在这个更新换代极快的行业里，能够红一时的人很多，但能够持续被关注、被认可的人却很少。王一博一路走来，经历过质疑，也经历过掌声，而每一次站上新的舞台，他都在用行动证明自己。当然，王一博的颜值一直都是大家公认的优势，无论是舞台上的光芒四射，还是镜头里的高级质感，都让人很难忽视他的存在。但如果仅仅只有颜值，他或许不会拥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真正让越来越多人欣赏他的，是他身上那种难得的真实感。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王一博似乎从来不会刻意去迎合什么。他不喜欢说过多漂亮的话，也不擅长制造人设带来的话题感。面对镜头时是这样，离开镜头后依然如此。喜欢摩托车就认真去比赛，喜欢跳舞就专心练习，喜欢演戏就不断挑战不同角色。相比包装出来的完美形象，他更愿意把真实的自己展现给大家。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人发现，王一博身上最吸引人的地方，从来不只是外表，而是那份不装、不演、不刻意端着的真诚。在这个人人都渴望被关注的时代，能够始终保持本色，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力量。而这种真实，往往比颜值更加耀眼，也更容易打动人心。你以为人间理想只是网络热词，放在王一博身上，还真不是一句空话。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身上最难得的，从来不是颜值，也不是名气，而是那份始终如一的真实。他对长辈有礼貌，对朋友讲义气，对粉丝有温度，但这一切都不是刻意表现出来的。他不会为了讨好谁去改变自己，也不会为了流量去迎合市场。别人忙着经营人设的时候，王一博却始终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拍戏、跳舞、骑摩托，把时间花在热爱上。很多人觉得，在娱乐圈这样复杂的环境里，还能保持这份纯粹，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王一博偏偏做到了。面对质疑，他很少解释。面对争议，他更多选择用行动回应。时间久了，人们发现那些包装出来的人社会崩塌，而真实的人却越来越有力量。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人喜欢王一博，不只是因为他的优秀，更是因为他身上那份不设防的真诚。那种感觉看似平淡，却最能打动人心。更让人佩服的是，在资本与流量主导话题的娱乐圈里，王一博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很多人为了热搜拼命制造话题，为了曝光不断出现在各种场合，而王一博却似乎总是把更多精力放在作品和热爱上。这些年来，无论是拍戏、跳舞还是赛车，他给人的感觉始终很一致。相比频繁营销自己，他更愿意用成绩和作品证明自己。
也正因为如此，每当大家讨论王一博时，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某个热搜，而是他的角色、舞台和一次次突破。更难得的是，他从来不会刻意把自己包装成完美无缺的样子，他有自己的性格，也有自己的坚持，不会为了迎合所有人而改变自己。在很多人看来，这种真实反而成了他最大的魅力，因为你会发现王一博身上有一种难得的稳定感，他不会今天一个样子，明天又换一个人设，也不会因为外界声音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形象。时间越久，人们越能感受到他的真诚。或许他并不完美，但正因为如此，才显得更加真实。你不用担心他是在刻意表演，也不用害怕某一天所谓的人设突然崩塌，因为从始至终，他展现给大家的都是那个最真实、最自然的王一博。所以在很多人眼里，王一博早已不仅仅是一位普通意义上的顶流明星，他的价值并不只体现在人气和热度上，更体现在他一路走来的成长与坚持上。对于许多粉丝来说，王一博更像是一种榜样，一种能够带来力量的存在。这些年，娱乐圈不断变化，流量来了又去，热搜换了一批又一批，但王一博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步伐。他没有因为外界的喧嚣而迷失方向，也没有因为一时的成绩而停下脚步。无论面对掌声还是质疑，他都选择继续前进，用作品和行动证明自己。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当越来越多人再次提起内娱尽头是王一博这句话时，已经不再把它当成一句简单的调侃，因为王一博所代表的早已不只是流量、颜值或者资源，而是一种难得的精神力量，纯粹、真实、努力、坚持。真正的高光从来不是一时爆红，而是在经历时间考验之后，依然能够保持初心。真正的优秀，也不是站在聚光灯下被人看见，而是在无数选择面前，依然坚持做自己。而这一点，王一博确实做到了。那么问题来了，在你心中，内娱还有哪些明星和王一博一样，始终保持真实与初心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一起聊聊你的答案。王一博生图翻车，一张照片引爆全网争议，他到底做错了什么？最近几天，一组关于王一博的生图突然在网络上疯传，没有滤镜，没有美颜，没有精修，短短几个小时，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照片里的王一博头发有些凌乱，脸部略显浮肿，眼神中少了平日里的锋利与光彩，看上去疲惫而憔悴。而就是这样几张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照片，却意外掀起了一场巨大的舆论风暴。有人说王一博颜值崩塌了，有人说王一博终于暴露真实状态了，甚至还有人调侃，这哪里像顶流明星，分明就是普通路人。评论区里各种声音此起彼伏，有人失望，有人嘲讽，有人维护，也有人选择理性看待。可问题来了，为什么一组再普通不过的生图会让整个网络如此激动？为什么同样是状态不佳，发生在王一博身上就会被无限放大？这场争议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情。事实上，如果单独看这些照片，他们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夸张，没有满脸皱纹，没有严重发福，更没有所谓的认不出来。照片里的王一博只是看起来有些疲惫，但偏偏这种疲惫却成为了很多人讨论的焦点。因为在大众印象里，王一博似乎一直都是那个完美的存在。舞台上的王一博，眼神凌厉，气场强大，每一个动作都充满力量感。镜头里的王一博，轮廓清晰，皮肤状态优秀，无论是时尚大片还是品牌广告，总能给人一种高级感。久而久之，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王一博，甚至很多人潜意识里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王一博。可当生图出现的时候，这种认知瞬间被打破了。
原来王一博也会疲惫，原来王一博也会浮肿，原来王一博也有状态不在线的时候。于是问题出现了，大家接受不了的到底是王一博状态不好，还是大家接受不了自己心中的完美形象被打破？仔细想想，其实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真正让网友震惊的从来不是照片本身，而是照片与大家想象中的差距。这种差距越大，争议就越大，而王一博恰恰就是娱乐圈里最容易产生这种反差的人之一。因为这些年来，他的形象始终处于聚光灯中心，无论出现在哪里，王一博都会成为焦点。这种关注度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它能带来人气，带来资源，带来影响力，但与此同时也意味着更严苛的审视。很多明星状态不好，或许根本不会引发太大讨论，但王一博不同，因为他的每一次出现都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有人期待，有人欣赏，也有人等待挑错。所以当生图出现的时候，舆论立刻被点燃了，有人开始截图放大，有人开始进行对比，有人把生图和精修图放在一起分析，甚至有人翻出几年前的照片进行比较，仿佛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变成了颜值评审员。可这种现象本身难道不值得思考吗？为什么一个演员的几张生图会比他的作品更容易成为热点？为什么人们总喜欢讨论外表，却很少讨论努力？其实这正是如今娱乐圈最现实的一面。流量时代里，颜值永远是最容易传播的话题，因为它简单、直接，容易引发情绪。一张照片就能让无数人参与讨论，但作品不一样，演技不一样，成长不一样，这些东西需要时间去理解，需要耐心去感受。所以很多时候，大家更愿意讨论一张照片，而不是一部作品。然而对于王一博来说，这恰恰是一种不公平，因为如果回顾他的成长轨迹，就会发现，这些年大家看到的并不仅仅是一张脸。王一博能够走到今天，靠的也绝不仅仅是颜值。从偶像到演员，从歌手到职业赛车手，从综艺节目到影视作品，王一博一直在不断挑战新的领域。很多人记得他的成功，却忘记了他的付出；很多人看到他的光鲜亮丽，却忽略了他背后的辛苦。而这一次生图风波，也让不少网友开始重新关注一个问题，那就是王一博最近到底有多忙。事实上，了解王一博的人都知道，这些年来，他几乎很少真正停下来休息。拍戏、商务活动、品牌合作，各种工作接连不断，很多时候一个项目刚结束，另一个项目又已经开始。对于普通人来说，连续熬夜几天就会状态下降，更何况长期处于高强度工作中的艺人，睡眠不足、作息不规律、身体疲惫，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王一博本身脸部线条偏柔和，一旦休息不足，状态就会非常明显的反映出来。这其实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只是因为对象变成了王一博，所以才显得格外引人关注。但有趣的是，当大家疯狂讨论王一博状态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思考另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每天都活在镜头下，每一次出现都要接受无数人的评价，那么他真的有资格展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吗？还是说，只要成为明星，就必须永远保持完美？这个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从这次事件来看，很多网友似乎默认了后者。他们希望王一博永远帅气，永远年轻，永远保持最佳状态。可现实却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即便是王一博也一样。而这也正是整场争议真正的矛盾所在。大家喜欢的究竟是真实的王一博，还是经过包装之后的王一博？当真实与幻想发生碰撞的时候，
争议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而接下来，随着越来越多网友加入讨论，关于王一博的这场风波也逐渐走向了更大的高潮。而接下来，随着越来越多网友加入讨论，关于王一博生图的话题也开始逐渐偏离最初的方向。原本大家讨论的只是几张照片，可后来却演变成了一场关于王一博价值的争论。有人说，如果一个艺人离开滤镜就失去魅力，那说明他的颜值本身就经不起考验。也有人认为，王一博这些年之所以能够站在顶流位置，颜值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原因，甚至有人直接下结论，一旦颜值优势消失，王一博也就失去了竞争力。这些观点出现之后，迅速引发了新一轮争议，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声音其实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王一博今天的地位真的只是靠脸获得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娱乐圈里那么多长相出众的人，为什么只有极少数能够真正站稳脚跟？为什么有些人红1年，有些人红3年，而王一博却能持续多年保持极高关注度？答案显然不只是颜值，因为颜值能够让人看见你，却无法让人一直记住你。真正能够决定一个艺人走多远的，永远是能力，而王一博这些年最被低估的，恰恰也是能力。很多人提到王一博，首先想到的是顶流，想到的是人气，想到的是商业价值，却很少有人认真回顾他这些年的成长轨迹。事实上，王一博从来不是一个停留在舒适区的人，当别人满足于流量带来的红利时，王一博却一直在尝试突破。从舞台到荧幕，从偶像到演员，从综艺到电影，他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自己增加新的挑战。这样的选择其实并不轻松，因为每一次跨界都意味着新的质疑、新的压力、新的风险。可王一博还是选择这样做了，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流量会过去，热度会消散，只有作品能够留下来。而这也恰恰是很多人忽略的地方。就在网友们还在争论几张生图的时候，王一博其实已经把更多时间放在了作品上。对于演员来说，最重要的战场从来不是热搜，而是镜头；最重要的评价也不是评论区，而是观众看完作品之后的感受。可惜的是，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张照片往往比一部作品传播得更快，一个表情包往往比一次进步获得更多关注。于是便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家讨论王一博的时候，讨论最多的是外貌，而不是成长；讨论最多的是状态，而不是作品。这其实也是娱乐圈长期存在的一种现象。颜值永远比实力更容易成为话题，因为颜值可以在3秒钟内形成判断，而实力却需要时间验证。正因如此，每当王一博出现一点状态波动，总会引发巨大关注。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讨论颜值比讨论作品简单得多。但问题是，如果大家始终把目光停留在颜值上，那么是否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就在争议不断升级的时候，越来越多理性的声音开始出现。有人发现，大家口中的颜值崩塌其实根本站不住脚，因为所谓崩塌应该是长期持续性的变化，而不是一次偶然状态不好。更何况，无论是活动现场照片还是近期公开画面，王一博的整体状态依然在线。所谓的生图翻车，更多只是特定角度、特定时间和特定状态下的一次抓拍。可网络时代最擅长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把瞬间变成永恒，把个例变成全部。于是，几张照片被不断传播，不断放大，最终形成一种错觉，仿佛王一博真的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客观看待，
这次事件真正崩塌的，也许根本不是王一博的颜值，而是部分人对于明星的滤镜。很多人习惯了明星永远精致，永远发光，永远无懈可击。可当真实状态出现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原来明星也是普通人，也会累，也会困，也会有不好看的时候。于是，这种认知落差带来的冲击感，最终演变成争议，而这也让整个事件进入了最核心的阶段，那就是王一博究竟应该被什么定义？是颜值？是流量？还是作品？如果把时间拨回几年前，很多人或许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两个答案，但今天答案显然已经发生变化。因为这些年王一博一直在用行动证明自己并不满足于做一个被颜值定义的人，他想成为演员，成为创作者，成为能够通过作品被记住的人。所以大家会发现，王一博越来越少参与无意义的争论，越来越少回应外界的评价，更多时候他选择用作品说话，因为他知道今天的热搜会被明天的热搜取代，今天的争议也终将被新的话题覆盖。可一部优秀作品带来的影响却能够持续很多年。正因如此，当网友还在围绕几张照片争论不休的时候，王一博正在继续自己的工作，继续拍戏，继续训练，继续为新的角色做准备。这或许也是他这些年最难得的地方。面对赞美的时候没有迷失，面对质疑的时候没有慌张，始终保持自己的节奏，始终朝着目标前进。事实上，真正成熟的艺人往往如此，他们不会把所有精力放在解释自己身上，因为解释永远解释不完。今天有人质疑颜值，明天有人质疑演技，后天又会出现新的声音。如果把时间全部花在回应争议上，反而会失去成长的机会。而王一博这些年的选择恰恰相反，面对争议，他很少解释；面对留言，他很少回应，他更愿意把答案交给未来。因为作品会说话，时间也会说话。回到这次事件本身，或许很多年以后再看，大家会发现，所谓的生图风波不过是王一博职业生涯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真正被记住的不会是那几张照片，而是他留下的作品；不会是某一天的状态起伏，而是他长期坚持的努力。所以说到底，这场争议最值得思考的地方，并不是王一博到底有没有水准，而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一个艺人，是用一张照片定义他，还是用长期的表现评价他？对于王一博而言，答案似乎早已经写在那里。颜值可以吸引关注，流量可以制造热度，但真正能够支撑一个艺人不断向前的，永远是实力与作品。而这也正是王一博这些年不断证明自己的方向。最后想说的是，没有人能够永远年轻，也没有人能够永远保持完美状态，但一个人对于梦想的坚持，对于事业的认真，对于成长的执着，却能够让他不断突破时间带来的限制。或许今天还有人因为几张生图质疑王一博，但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人因为他的作品重新认识王一博。因为真正优秀的演员从来不是活在滤镜里的人，而是即使面对争议依然能够不断前进的人。而王一博正在走着这样一条路。那么对于这次生图事件，你认为大家是在讨论真实，还是在放大情绪？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如果你喜欢王一博相关内容，记得点赞、分享、订阅频道黎春正，我们一起关注王一博的成长，一起期待他未来带来的更多精彩作品。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娱乐圈每天都会诞生新的热点，有人官宣恋情，有人被拍到约会，有人被网友偶遇，还有人因为一张照片
一段视频就被卷入各种感情猜测之中。按理说，这样的事情在娱乐圈早已司空见惯，可奇怪的是，同样是恋情传闻，到了王一博这里，事情似乎总会变得不一样。有些明星传出恋情，热搜挂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有些明星传出恋情，网友讨论2天就结束了。但只要王一博出现类似话题，无论消息来自哪里，无论所谓线索是什么，无论真实性是否得到证实，总能迅速引发大量讨论。有人开始寻找蛛丝马迹，有人开始分析时间线，有人开始对比各种所谓同款，还有人翻出几个月前甚至几年前的内容重新研究。短短几个小时，评论区就可能出现成千上万条留言。而且最特别的是，关于王一博的恋情传闻，往往不仅仅停留在恋情本身，讨论着，大家的话题就会慢慢转移。有人开始讨论王一博的事业，有人开始讨论王一博的性格，有人开始讨论王一博未来的发展，甚至有人开始讨论整个娱乐圈的生态。仿佛每一次恋情传闻出现，都不仅仅是一则娱乐新闻，而更像是一场关于王一博的全民讨论。这究竟是为什么？如果只是因为王一博红，那么娱乐圈红的人并不少，为什么并不是所有顶流都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如果只是因为网友喜欢八卦，那么娱乐圈每天都有各种八卦，为什么偏偏关于王一博的话题总能持续发酵？更重要的是，很多时候大家讨论了半天，最终却发现根本没有明确结果。有的传闻不了了之，有的传闻逐渐消失，有的传闻最终被证明只是网友猜测。可即便如此，下一次只要出现新的相关话题，同样的讨论又会再次出现，仿佛进入一个循环。有人说这是因为王一博流量太大，有人说这是因为王一博粉丝太多，也有人说这是因为王一博太神秘了。可是仔细想想，这些答案似乎都只能解释一部分现象，却无法解释全部。因为如果只是流量大，那么很多流量明星都应该拥有同样的讨论度；如果只是粉丝多，那么其他拥有庞大粉丝群体的艺人也应该如此；如果只是神秘感，那么娱乐圈低调的人也并不少。为什么偏偏王一博总是能够成为焦点？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网友真正关注的真的是王一博有没有恋爱吗？又或者说，大家真正想知道的真的是某段传闻到底是真是假吗？也许未必，因为回头看看这些年的讨论，就会发现，每当王一博出现恋情传闻，最热闹的时候，往往不是答案公布的时候，而是猜测刚刚开始的时候。最活跃的时候，往往不是事实出现的时候，而是各种观点碰撞的时候。有人相信，有人怀疑，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人认为应该尊重艺人的私人生活，有人认为公众人物本来就会受到关注，不同观点不断交织，最终形成巨大的讨论场。而在这个过程中，王一博这个名字本身似乎已经超过了恋情传闻的意义，因为很多人讨论的早已不是恋情，而是王一博这个人。于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每一次王一博恋情传闻都会引发热议？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艺人身上，产生的结果却完全不同？为什么关于王一博的恋情讨论，最后总会变成关于王一博本人的讨论？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原因？为什么每次王一博出现恋情传闻，热度总会被不断放大？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答案是流量，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流量只是表面原因，真正让这些话题不断发酵的，其实是王一博身上的一种特殊气质，那就是神秘感。在如今这个时代，很多明星都在努力缩短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有人分享日常生活，有人分享旅行照片，有人分享家庭故事，有人通过直播与粉丝互动。大家似乎都在努力让外界了解自己，因为在流量时代，曝光意味着关注，关注意味着热度，热度意味着机会。可王一博却偏偏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这些年来，大家看见的王一博，大多数时间都在工作，拍戏的时候拍戏，练舞的时候练舞，比赛的时候比赛，宣传的时候宣传。除此之外，关于王一博私人生活的信息少之又少，很多明星的日常生活，网友可以轻松拼凑出来，喜欢什么，去过哪里，和谁关系好，平时怎么生活，外界多少都有一些了解。但放在王一博身上，很多事情却像一个谜。王一博下班以后做什么？王一博平时喜欢和谁聚会？王一博私下是什么状态？王一博面对感情是什么态度？这些问题，外界知道的其实非常有限，而越是有限，人们就越容易产生好奇。心理学中有一个现象，当一个人知道的信息只有一半时，大脑会本能的想把另一半补充完整。这也是为什么悬疑电影总能吸引观众，因为未知本身就具有吸引力。而王一博恰恰成为娱乐圈中一个巨大的未知。于是每当出现恋情传闻的时候，很多人并不是因为相信才开始关注，而是因为好奇，因为大家觉得或许终于有机会了解那个平时看不见的王一博。于是各种讨论开始出现，有人分析照片背景，有人研究时间地点，有人寻找所谓的关联线索，有人试图从过去的采访中寻找答案。慢慢的，原本只是一条简单的传闻，却被赋予越来越多的内容。而在这个过程中，王一博的神秘感反而成为最大的助推器。更有意思的是，这种神秘感并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很多明星为了保持热度，会主动营造神秘人设，可王一博似乎从来没有这样做。他只是习惯把生活与工作分开，只是习惯把注意力放在作品上，只是习惯把私人空间留给自己。然而正因为如此，外界对王一博的好奇反而越来越强。有时候越是不展示，越容易引发关注；越是不解释，越容易引发猜测；越是不回应，越容易产生讨论。于是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王一博越低调，关于王一博的讨论反而越热闹；王一博越沉默，外界对王一博的兴趣反而越浓厚。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在互联网时代，这种现象却真实存在，因为大众永远会对未知保持兴趣，而王一博恰恰是娱乐圈里少数一直保持未知感的人。还有一个细节很容易被忽略，那就是王一博这些年的公众形象。大家提到王一博，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演员、舞者、赛车手、努力、专注、自律，这些关键词几乎构成了大众对于王一博的第一印象。而恋情传闻恰恰属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话题。当这两种内容碰撞到一起的时候，天然就会产生巨大的反差感。一个长期专注事业的人，突然出现感情话题；一个始终低调的人，突然成为八卦中心。这种反差会让更多原本并不关注恋情的人也加入讨论，因为大家好奇的已经不是恋情本身，而是想知道这样的王一博在工作之外究竟是什么样子。于是你会发现，很多关于王一博恋情传闻的讨论，最后都绕不开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家到底了解王一博多少？答案往往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而这恰恰是关键所在。因为当一个明星被所有人看透的时候，关于他的猜测会越来越少；可当一个明星始终保留神秘感的时候，关于他的讨论就很难停止。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次恋情传闻引发热议，并不仅仅因为恋情2个字，更重要的是，大家想透过这些传闻去接近那个平时看不见的王一博。然而有趣的是，无论讨论多久，无论猜测多久，外界最终依然很难真正看透王一博。于是这份好奇心被保留下来，等待下一次话题出现时再次爆发，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如果说神秘感是原因之一，那么为什么每次关于王一博的恋情讨论总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声音？为什么同样一条消息，有人坚决相信，有人坚决反对，甚至双方会展开激烈争论？这背后，如果说王一博的神秘感放大了恋情传闻，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每一次关于王一博的恋情讨论出现之后，总会迅速形成2种截然不同的声音，甚至有时候同样一条消息，同样一张照片，同样一个所谓的线索，不同的人却能够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有人认为这些内容根本说明不了什么，有人却觉得这些细节值得继续关注，于是讨论越来越多，争议越来越大，热度也越来越高。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只是普通的意见分歧，但事实上，王一博身上的这种现象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大家会发现，每当涉及王一博的话题，网友往往会带着不同的身份进入讨论。有人是多年关注王一博的粉丝，有人是喜欢王一博作品的观众，有人只是普通路人，还有人本身就是娱乐圈话题爱好者。而不同身份的人看待同一件事情的角度完全不同。对于很多粉丝来说，他们看到的是这些年来一路成长的王一博，他们看到的是王一博从舞台走向影视，从偶像转型演员，从演员挑战赛车，一次又一次突破自己。所以当外界出现各种猜测的时候，他们更倾向于从王一博本人的性格和过往经历去判断。而对于很多普通网友来说，他们接触到的往往只是某个热点事件，他们没有长期关注王一博，也不了解王一博这些年的变化，因此他们更容易从眼前的信息出发，于是同样一个话题自然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理解。可真正让讨论持续升温的，并不是观点不同，而是王一博身上所承载的期待。这些年，王一博已经不仅仅是一位艺人，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王一博代表着不同的意义。有人欣赏王一博的努力，有人欣赏王一博的坚持，有人欣赏王一博面对争议时的冷静，有人欣赏王一博不断挑战自己的勇气。因此，很多人关注王一博，早已经不只是因为一部剧或者一个舞台，而是因为他们在王一博身上看到了自己认可的某种品质。而当一个人被赋予越来越多意义的时候，任何与他相关的话题都很难只停留在事件本身。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只是普通明星传出恋情传闻，大家讨论的可能只是恋情，可如果是王一博，很多人讨论的却是另一件事。王一博未来会不会受到影响？王一博的事业会不会发生变化？王一博是否会因此面对新的舆论压力？王一博会如何处理个人生活与事业之间的关系？看到没有，讨论的中心已经发生了变化，恋情传闻只是入口，王一博才是真正的核心。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关于王一博的恋情话题，最后总会越聊越远，因为大家真正关心的其实是王一博这个人，还有王一博未来的发展。更关键的是，王一博这些年积累起来的关注度非常特殊，很多明星依赖综艺保持曝光，很多明星依赖话题维持热度，可王一博这些年的热度来源却比较复杂，有影视作品，有舞台表现，有赛车经历，有品牌影响力，还有持续不断的话题讨论。因此，
关注王一博的人群也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加广泛，有年轻观众，有剧迷，有舞蹈爱好者，有赛车爱好者，甚至还有很多单纯欣赏王一博做事态度的人。当这么多不同群体同时进入一个讨论场的时候，意见分歧自然会越来越明显。而互联网最不缺的是什么？正是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有人支持，就会有人反对，有人认同，就会有人质疑。于是，一个原本简单的话题，开始不断产生新的讨论、新的争议、新的解读，热度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上升。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很多时候，大家表面上是在讨论恋情，实际上却是在表达自己对于王一博的看法。喜欢王一博的人会从积极角度理解事情，不喜欢王一博的人会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事情，而中立网友又会形成第三种声音。三种声音同时存在，就让每一次关于王一博的讨论都变得异常热闹。因此，真正推动热度持续上涨的，并不仅仅是所谓的传闻，而是不同群体对于王一博的不同认知。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王一博，有人眼中的王一博是演员，有人眼中的王一博是偶像，有人眼中的王一博是赛车手，有人眼中的王一博是努力和坚持的代表。当这些不同印象碰撞到一起的时候，关于王一博的话题就很难快速结束，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每次王一博出现相关传闻，总会迅速形成两种甚至多种声音，因为大家讨论的从来不只是事件，而是自己心中的那个王一博。可是问题来了，如果说神秘感放大了关注，如果说不同群体放大了讨论，那么为什么很多关于王一博的恋情话题最后都会出现一个相同的结果？那就是无论从哪里开始，最终都会回到王一博本人身上。仿佛大家讨论到最后，关注的已经不是传闻真假，而是王一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而这或许才是整个现象最值得思考的地方。或许我们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每次王一博恋情传闻都会引发热议，因为大家真正关注的从来不只是某条传闻，也不只是某个所谓的线索，更不是那些未经证实的网络猜测。很多时候，王一博恋情传闻之所以能够持续发酵，并不是因为大家一定想知道答案，而是因为王一博本身早已经成为一个值得被不断讨论的公众人物。有人关注王一博的成长，有人关注王一博的作品，有人关注王一博的未来，也有人关注王一博身上所代表的那种坚持与专注。于是，当关于王一博的话题出现的时候，不同的人都会带着自己的理解进入讨论，最终形成巨大的舆论关注。其实仔细想想，这些年来，关于王一博的各种传闻来了又去，热搜上了又下，争议出现又消失，可真正留在大家记忆里的是什么？是《陈情令》里的蓝忘机，是《冰与火》里的陈宇，是《无名》里的叶先生，是《长空之王》里的邓放，是《热烈》里的陈硕，也是那个一次次走出舒适区，不断挑战自己的王一博。时间已经证明了一件事，任何话题都会过去，任何传闻都会降温，但作品不会说谎，成长不会说谎，时间更不会说谎。也许未来关于王一博的各种讨论依然会继续，关于王一博的各种猜测依然会出现，因为只要王一博还活跃在大众视野中，只要王一博依然拥有巨大的关注度，类似的话题就不会彻底消失。但比起猜测，或许更值得关注的是，下一个阶段的王一博会带来什么作品，会挑战什么新的领域，会创造怎样新的可能。毕竟，真正让王一博走到今天的，从来不是传闻，而是实力。真正让王一博不断被讨论的，从来不是八卦，而是成长。那么最后，
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屏幕前的各位，你觉得每次王一博恋情传闻引发热议，大家究竟是在关心恋情本身，还是在关注王一博这个人？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频道黎春正，我们下期再见。